上期的 3DS 海贼盘点发出来以后，很多小伙伴也想了解一下在 PSV 中都有哪些海贼王的漫改游戏。虽说 PSV 中的游戏数量没有 3DS 那么多，但是其中的漫改游戏的质量都相当在线。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在 PSV 中你都能玩到哪些海贼王的漫改游戏呢？本期的第一款游戏《海贼无双2》。作为海贼王目前为止最成功的系列游戏 IP， 海贼无双将海贼王里的战斗场景具象化到了玩家面前。动漫里路飞能做到的破坏，在这部海贼无双里你也都能做到。用无双这个类型庞大的同名数量做出来的大场面，也更能符合原作中草帽一伙的战斗场景，并且由用心做移植的光荣操刀的游戏系统也相当爽快。即便是 PSV 版的同屏人数也绝对算不上少，动漫渲染的画风以及全 3D 的过场动画，更是能让喜欢原作的粉丝以一个全新的形式重温一遍剧情。不过 PSV 版在画面上也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削减，导致人物动画的渲染效果减弱，看起来有点像塑料材质，并且狗牙以及掉帧现象也存在于本作之中。不过相较于 PSV 中的其他无双游戏，本作的优化已经非常不错了，至少相比于其他作品，这部作品的掉帧现象出现的非常少。虽然画面有一定程度的阉割，但是游戏在优化以及同屏人物数量上做的还是相当到位的。对于粉丝定位的游戏来说，这部《海贼无双2》在 PSV 中的表现已经足够优秀了。下一款游戏《海贼王：无尽的世界红》，本作是 3DS 游戏的强化移植版。由于本作底子不错，在 PSV 中的表现也还算耐看，去除了绝大部分的狗牙锯齿，并且强化了分辨率以后，画面整体显得干净整洁。强烈的动漫渲染虽说是为了在 3DS 中掩盖缺陷，但是在高清化了的游戏里却暴露了一些贴图问题。不过 PSV 版整体画面还是十分不错。玩法上，无间系列的钓鱼、捕虫等休闲系统以及角色培养都能消磨你很多时间。原创剧情虽然没有什么大爆点，但是尾田亲自加入的新人物也是值得海迷们去了解一下的。游戏的战斗系统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无双系列的招式设计，碰上了同屏人物稀少的小怪，玩起来的体验一言难尽。而在游戏多出来的斗技场模式中，最多4人的联机对决，丰富的可选角色以及全新的人物，与华丽但是没啥打击感反馈的战斗体验碰到一起，虽然体验有些怪怪的，但是对于海贼王粉丝来说，这款游戏还是有着不小的魅力的。下一款游戏《海贼无双3》，本作是 PSV 中体量最大的海贼无双游戏。原创剧情中的兄弟共斗多弗朗明哥的场景也是相当精彩。不过本作的地图设计并没有什么进步，从开头到结尾都会让玩家在不小的地图中四处奔波完成任务，但同时游戏中也没有加入什么可操作的策略选项，导致玩家长时间赶路，拖慢了游戏的整体进程。不过在游戏的战斗体验上，本作 PSV 版的同屏人物也同样相当充实，割起草来的爽快感对比前作只高不低，更多角色以及更远的剧情进程，更是能激起粉丝们更大的热情。不过游戏的角色平衡依旧没能做好，或者说由于是粉丝向游戏，所以压根就没考虑平衡这件事。3代在主线外还另外加入了一个梦幻模式，使玩家可以自由的选择喜欢的地图进行更加纯粹的割草。但就我个人而言，感觉这个模式的体验会比主线要好。本作其实不只是海迷，只要你喜欢无双游戏，那么这款《海贼无双3》绝对是 PSV 中的一个不容错过的选择。本期最后一款游戏《海贼王：燃烧热血》。3DS 中的海贼格斗游戏大多都是像素或者是2D 横版的，但是 PSV 中的这款燃烧热血在全 3D 的同时，还有着极高的画面以及游戏素质，整体表现与火影忍者 IP 下的究极风暴非常类似。画面上，游戏的动漫渲染非常的干净利落，相较于其他平台，在整体画面上也没有进行过多的画面削减，华丽的特效以及对于每个人物极高的还原度都足以满足所有海迷。而在战斗系统上，燃烧热血也有着一套独特的机制，对于原作中的霸气以及元素化等风格各异的角色，都有着完整而且完全不同的招式体系。无论是路飞的换挡，还是萨博艾斯的元素化，又或者赤犬的上位元素化，都有着相当到位，甚至可以说是超越动漫的表现。不过本作的剧情含量较少，仅包含了顶上战争的全部剧情及在顶上战争中不同角色视角的剧情推进。但是游戏即便完全抛开了剧情，在不同人物组合与登场对话中，也能获得相当不错的剧情内容。超然的战斗表现与十分不错的画面，让这部《燃烧热血》绝对能算得上是 PSV 中格斗游戏的第一梯队。与海贼无双一样，在 PSV 中的同类游戏里，即便你不了解海贼，本作也相当值得你来体验一下。好的，那么以上便是 PSV 中所有海贼相关的漫改游戏了，Jump 全明星大乱斗不算在内。
无论是无双类的海贼无双，还是格斗类的燃烧热血与无尽的世界，都有着不错的画面表现力及玩法展现。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其他盘点想法，也是可以在评论及弹幕留言，说不定下次的掌机盘点就是你想要的系列呢。本期视频点赞破100，下期视频就能快速更新哦。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三位，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